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AT。之前我就有在我的 Facebook post 了几张照片，就是我们的摄影师阿 Jeff 他拍了，看到我身后这边吗？一系列 Proton 的所有经典车款的照片。我看到那一个 post 的反应非常热烈啊，很多人在那一个 post 下面做讨论，所以今天我又来到 Proton 的这个 Center of Excellence 这里呢，就直接拍成一个影片，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 Proton 的 Legend 车款。影片开始前，让 VEST 带给大家豪华 MPV 的乘驾体验大跃进。VEST 的全新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是专门为你们的 Alphard Wildfire 而生。VEST 的 Ruby I 系列主机拥有目前市面上顶尖的 12GB RAM 加 256GB 的 ROM， 搭载日本 JRC JM5532 Terrier Power 处理器，以及目前最高端的 UIS 7870 SC 基带。主机内置风扇调节和温度观测VEST 更有内置的 DTS 数码影院系统，精准调节声音效果。音质细节堪称就是数码影院非常的通透有力，而且还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Store 即可轻松下载你喜欢的 Apps 直接用这个荧幕就可以实现你的 VEST、你的 Google Map 的功能了。它的这个 screen 动起来非常的 smooth， 而且它的画面真的很高清，在太阳底下你也不会觉得它的那个色彩饱和度或者亮度不够，阳光底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画面。这个360的功能非常的高清，它就是可以让你自由拖动。你如果在一些 parking 比较狭小的地方，或者旁边有龙岗的地方 parking 起来，可能你会担心会不会掉进龙沟会不会撞到旁边的垃圾桶，你就可以通过这个360全景鸟览图画面，你就可以看到旁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有没有龙沟洞了啦。而且还有3种酷炫主题，智能切换白天黑夜模式，还有自动检测车门状态的系统功能。VEST 的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让你们的乘驾体验更上一层楼，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看到我身后这一台 Proton Vira 这个不是普通的 Proton Vira， 你看到吗？这边有写着 Proton North Pole。1998年的时候，这一台 Proton Vira 曾经就去到南极负41度的这个气温下这台车都可以在那边好好的操作跟行驶。所以你们知道吗？以前这个 Vira 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在我小时候也没有很小啦，可能中学时期，马路上最多的不是什么 MyV 啦，不是什么 RC Proton Vira， 真的是多到你一出门就看到了，满街都是，人手一台我觉得很多人在看影片的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家里曾经也是有过 Proton Vira， 或者自己曾经有过 Proton Vira。如果你自己有过这一台车，或者你家里有这一台车，我相信一定是为你们创造过很多美好回忆啦。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我们打上来一起讨论你家的 Vira 给过你什么好的经历，或者什么不好的经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身边这一台，我们看到车头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另外一辆 Proton Vira 吗？错，这一台车我相信很多爱车人士，像我这种比较热血的，讲求驾驶乐趣的，都会很喜欢这一台车当然年龄应该是跟我也差不多了啦，就是 Proton Putra， 当年叫普腾普腾太子，看到吗？它是2个门的就好像 Satria 这样子，可是它是 Sedan 的。Proton Satria 是一个 Hot Hatch 版本嘛，可是这一台是一个长尾2门。而且当时候它搭载的是一个1800cc 自然进气引擎，还有5速手排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原厂来就是 Recaro Seat。Recaro 这个牌子放在 Proton 车上面现在几乎是已经没有了，消失了，不见了。可见当时候 Proton 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种 Performance Sedan 我觉得这一辆车真的很帅。现在买的话应该是10多千就是1万多块。可能还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但是 condition 可能没有这样好了，因为这一台车其实它算是历史还蛮久了的啦，所以这一台车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个人是很喜欢然后在当时候有前后碟刹哇，真的是 very good job我很喜欢。那讲到 performance car Proton 的 performance car，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这一台 Proton Satria GTI。Proton Satria GTI 是我中学时期的 dream car。我当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台车动力表现强
净，操控起来灵活。然后我要2个门罢了啊！大家都知道我喜欢2门车嘛，不需要长尾车，不需要放很多东西。Proton Satria GTI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这一台车它原厂也是一个1800cc 自然进气引擎，5速手排，而且还有 Recaro Seat。那我身边这一台呢，不是马来西亚市售版本哦，这一台车曾经 export 到各个国家去，包括左驾版的国家，可见 Proton 当时候是多么的辉煌啊！这辆车当时候震惊了我啦，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是它的 Wheel Arch， 看到吗？真的太帅了。在当时候看到这一个 Wheel Arch， 直接就是流口水啊！那如果你们喜欢的是家用车，要大台一点的 Proton Wajah 这一台车，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啦。那我身后这一辆不是普通的 Proton Wajah， 我们可以在它的涂装上面看到有写着 F1 Formula One Petronas Malaysia Grand Prix，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墙壁上面看到有很多它的历史，每一台车的后面都有写上他们的历史。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不管是谁哦 ，Public 这里是 Open for Public， 你们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后面这些墙壁上面的一些历史图。这辆车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啦 ，Proton Wajah， 我觉得它太过家庭了。那 Perdana 呢，它是一个更加家庭式的车，但是它又比家庭式更加高级一点点。这个 Perdana当时候啊，它是一个 D segment 车型啊，就是一个 Proton 的最高端车型。后期的 Perdana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沙龙这边哦，是一个好像 Alfa Romeo 的这个设计，一个倒三角。这一台车搭载的是一个 V6 引擎，2000cc 自然进气哦啊。然后当然这台车比起 Proton 当时候的所有车型来讲，它是更加的舒服舒适，乘坐体验来得更加好。我家曾经就买过2台 Proton Perdana。那讲完了那么多台 Proton 的经典车款，这一台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 Proton Satria Neo 啊。但是这一台 Satria Neo 呢，就是一个特别版本，跟市售款不太一样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 interior 是有2张 bucket seat， 白色的 dashboard， 白色的 steering， 白色的椅子，我是不太会欣赏啦。我觉得我的 Satria Neo 比这辆美很多。啊，错过我的 Satria Neo 系列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一个 playlist， 里面从一辆我买回来的烂车，到我把它改成一辆复兴车，翻新完整过后，再把它变成一辆 track ready 的车款啊。这个系列相信很多人都有关注，如果没有关注到的朋友，记得可以过去看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Proton Persona 这辆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辆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sedan 版的 Satria Neo， 虽然它跟 Satria Neo 没有什么关系啦，因为长尾嘛，4门嘛 ，Satria Neo 是一个2门短尾车，可是我觉得它的操控表现真的非常的好 ，Satria Neo 的操控表现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是一个长尾版、一个短尾版的感觉。为什么操控表现会好呢？当时候的 Proton 啊，真的非常用心啊。这一台 Persona 呢，不要看它没有很大台，比起现在的一些 B segment 车型，可能它要来得更加小。可是前面搭载的是一个 McPherson 的这个避震，后面是Multilink 避震，然后再搭载一个1600cc Cam Pro 的引擎。当时候可惜它没有一个 CPS 版本，如果有 CPS 版本的话，我觉得这辆车应该会很好跑啊。后面就是比较近期的产品了 ，Proton Saga BLM。这一个 BLM 呢，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哦，我曾经就拥有过 FLX 就是一个 facelift 版本的 Saga BLM 啦。那现在卖着的最新款的 Saga， 其实也是由这一台车的同样一个底盘打造出来的。OK， 来到这一台车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 feeling 的一辆车。这一台是一个 Proton Preve， 这辆车感觉就是有那种意大利车的 feeling 啊，它的名字读起来。这一台车是跟 Lotus 一起合作的。当时候推出的时候，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了啦。我觉得它整个 design 很好看，然后它又是一个 sedan 车型，自主研发的一个 turbocharged engine。当时候没有用 Mitsubishi 的技术，没有用吉利的技术，就是 Proton Cam Pro 加上涡轮增压，再配上 CVT。那时候就觉得一个很新的东西啦，可以驾到一个 turbo 车，而且价钱也才7万多块，就是一个 C segment， 所以就觉得用这个价钱买到这一台车真的非常的值得。现在 Proton 卖这的车款有什么车给我同样的感觉呢？就是 Proton 的 S70， 就是你感觉可以用比较少的钱买到很多东西，而且是对手都给不到的东西。很好的加速表现，很好的操控表现，很好的刹车力度，又有很豪华的内饰。我觉得比起同价位的竞争对手，没有对手。画面一转，我们来到的就是这一台最经典的 Proton 车型。你们看过这个 logo 吗？这个 logo 好像我们的国旗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第一代的 Proton logo， 相信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就没有什么见到过这个 logo。这一台是一个 Proton Saga 初代版本，初代版本的 Saga 跟 Iswara 很多人会弄乱。
金属 bumper 啊，这个就是 Saga Plastic Bumper Iswara， 非常复古的这个 side mirror， 车应该是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只能在现场这样大概看一下。当时候这辆车配给的也是这种铁 rim。 金属的 rim，1980多年，这辆车比我还老，然后是一个 sedan 的车型，非常的实用。当时候这辆车真的是很够力，有竞争力，所以很多人其实在1980几年或者1990几年的时候，家里的第一台车 Proton Saga 这辆车真的非常的经典。那讲到 Proton Saga 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呢？有的 ，Proton Saga 就有参赛过我们雪邦赛道的 S1K 1000公里耐力赛，那台车就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带你去看一下。 这一台就是我们 R3 版本的 Proton Saga Race Rally Research 版本。这一台是一个真实的赛车哦，不是 dummy car。我们可以在这个窗口这边看进去，这辆车呢，里面是已经完全被拆空了的，剩下2张 full bucket seat， 还有 roll cage。这一台车曾经就参加过马来西亚雪邦最大赛事 S1K， 而且 还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这一台车我们可以看到，整辆车是已经做了轻量化，换了赛车式的铝圈、赛车轮胎、赛车 suspension。引擎可能有人会问，你们比赛是不是有换 turbo 啊？是不是有挖大它的 block 啊？其实没有的。S1K 比赛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呢，这一台车必须是用原厂引擎哦，原厂的 Proton Cam Pro 引擎可以顶1000公里，一直高转，一直高转。可见这颗引擎根本就是非常的耐操。为什么会有人讲 Proton 的 engine 不耐？我的 Satriano 跑雪邦赛道跑了那么多次，我在雪邦赛道的那个里程数啊，真的是比一些家用车还来得高啊，我觉得。可是那颗引擎从来没有给我头痛过，所以我觉得 Proton 在造引擎方面还是有一套的。那这辆 Saga 已经退役了啦，接下来应该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赛事，所以我们一起期待 Proton 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更多参与赛事的车款。当然 R3 版本的 S70 好像要出现了，那一台车也会参加2024年或者2025年的马来西亚雪邦赛道的一些赛事，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然后我们当然也把 Proton S70 拿去雪邦赛道做了测试，做出来的时间也还算不错了。如果你们错过那一部影片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我们把 Proton S70 原厂新车开到雪邦赛道做测试的影片啦。OK， 今天这一集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